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呢，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5种非富即贵的掌纹。传统手相学可以根据一个人的手掌形象判断出一个人的富贵贫穷。手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手相的变化代表着不同运势的改变，也就是未来命格的特征，而手掌中的纹理则是人运势的密码。如果你的手掌中生来就有以下5种罕见掌纹的话，预示你命中带财，大富大贵是早晚的事儿。1. 宝晕纹。什么是宝晕纹？凡是在掌中有一个螺旋纹，如日晕一样，就是宝晕纹。月为阴，主钱，故此纹主金银得财，其财富就像水中涟漪一样，一圈又一圈，一波又一波。2. 掌中生有宝晕纹的人一生运势。宝晕纹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特殊掌纹，掌中生有宝晕纹的人往往能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，家运亨通，不是封侯拜相的大贵之相，就是钱财不愁的大富之相。如果宝晕纹像环形，则此人可以封侯拜相；如果宝晕纹像铜钱形状，则家中有时有财。通常掌中生有宝晕纹的男人做大官的可能性很大，升官发财比较容易，并且中年时钱财也不愁，能够富贵双全。3. 掌中生有宝晕纹的人运势亦有起伏。掌中生有宝晕纹的人有机会在各自所从事的领域有所建树，而且这类人往往在商界大有成就，优秀的直觉和判断力会令其很富有。但是不要忘了，大成功也往往伴随着大起伏，一切都是辩证的。如果宝晕纹位于拇指根部的正宫，正为雷，预示其人多数为大贵之人，亦会有大灾相随，一生运势波澜壮阔。4. 女人生有宝晕纹不利婚姻。宝晕纹因为利于事业，所以女人拥有宝晕纹往往以不吉论，会很不利婚姻，多有三婚不止的倾向。尤其如果宝晕纹正好落在手掌的前宫，则有不利于家中男主人的倾向。2. 金花印纹。什么是金花印纹？手掌中有2个米字纹并排而立，视为金花印纹，一左一右或斜斜相对的不算作此纹。拥有金花印纹的人具有富贵发达的潜能，尤其是享社会名气，受人尊敬。女子易主嫁入豪门或者嫁夫有贵气。2. 生有金花印纹的人一生运势。金花印纹是一种十分少见的吉祥手纹，这种手纹不仅十分漂亮，还寓意无比吉祥，代表人的贵气。在古代，若是男人拥有，必然可以做大官，一登龙门，身价100倍，成为高人一等的贵人，人上人。若是出现在女子手中，必然可以嫁入侯门，飞上枝头当凤凰，成为金光闪耀的贵妇。在如今男女平等的时代，这种手相的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自己的事业。掌中有金花朵般的纹理，男人有此纹可当大官，女人成此纹可升贵妇。3. 不同部位的金花纹意义不同。对于经商的人来说，如果在木星丘或者水星丘出现金花印纹，预示其人财运很旺，财源滚滚，会将生意经营得很好。不过由于其人经常关注自己的生意或者企业，精力都用到这方面，容易忽视健康，从而在身体上会出现问题。对于正在上学的人来说，如果在明堂或者太阳丘出现金花印纹，此人会将所有精力都用在学习上，所以一般成绩都不错，而且会拥有很好的文采，才思敏捷，是写文章的好手。对于一心从政的人来说，如果太阳丘有金花印纹，此人会很有魄力，能够大刀阔斧地干一番事业。如果此纹出现在明堂，部位则不佳，预示其人可能是个糊涂官员。生命线上有金花印纹是大富大贵之象，男儿官运亨通，女子可以为官。有这样手纹的人远离贫苦，而且福配子孙。4. 亦有贵人相助的六花纹。与金花纹相似的还有一种六花纹，形如六角小花，一般是单独出现。
这也是一种吉利的掌纹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很容易少年成名，平步青云，多遇贵人相助，有机会发展自己的事业，光耀门楣，中年便可达到一定高度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年轻有为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晚年更是享尽荣华富贵，受人尊敬，是个说一不二的领导型人物，往往是团队的主心骨和核心力量。但其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性格霸道，做事很少听取别人意见，独断专行，可以说是优点和缺点相辅相成。过人的智慧和胆识成就了他。3. 宝镜纹。何为宝镜纹？所谓宝镜纹，顾名思义就是手中有圆形的纹理，一卷一卷，层层围绕，如宝镜一样握在手掌之中。这种特殊纹理十分罕见，是官印权威的象征。2. 掌中生有宝镜纹的人一生运势。宝镜纹在相术中被视为财权的象征，掌中生有宝镜纹的人大多胆识非凡，心思缜密，心胸宽广，处事手法非常有魄力，有大将风范，能够担任指挥官、武官、军事顾问等职位，命运不凡。这种纹理如果位于乾宫、坤宫以及兑宫3个手掌区域内，则正财相当稳定，步步高升，命中还会有不少的偏财出现。出现在其他掌宫上，则意味着会从事律师、咨询、培训等行业，并因此获利丰厚。4. 验证纹。什么是验证纹？验证纹顾名思义，就像是大雁群飞的队列一样。秋天来了，一群大雁往南飞，一会儿排成人字形，一会儿排成一字形，所以称之为验证纹。古书中对验证纹的图解有2种，第一条就是3条从生命线上上升起并列线纹，看起来很整齐又有气势。另外一种就是在事业线的末端出现的人字形纹并列线纹，也叫做验证纹。2. 生有验证纹的人一生运势。验证纹形状像许多大雁并列在掌中央，人生有此纹能够发达富贵，必可进入朝中辅佐君主，深受君主器重，委以重任，名声远扬。在现代来看，如果你拥有类似手相的话，那也是不愁吃穿之相，生活富足，既能够得到领导的赏识，还能够获得升职加薪，委以重任，做出一番大事业。掌中生有验证纹的人具有清贵气质，心直仁厚，清廉善心，在古代文官的手上比较多见。验证纹其实表达的是一种被追随、被信任的概念，大都指代名气，出现在手掌的不同位置也都有不同的意义或者倾向的领域。比如说很多优秀的作家、导师、思想家、科学家、艺术家、政治家、将军等等，但实际成功与否并非一概而论，只是一种参考，也是古代量才而用道德品格的一种借鉴。5. 祖弼纹。什么是祖弼纹？祖弼纹顾名思义，说明有此纹者根基不错，承蒙祖上庇佑，从出生就富贵，以得长辈之庇荫，继承祖业而发财，世世代代都是有权有势，一辈子不缺钱花。此手纹取于坎宫，与手中事业线相连。2. 掌中生有祖弼纹的人一生运势。掌中生有祖弼纹的人一生运势顺遂，是属于富二代的手相。此类人的父辈财运非常不错，也容易受到长辈的青睐和庇佑，通常起点要比别人高，所以可以免却辛苦，就能有很好的条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这类人如果能够勤加学习，戒骄戒傲，适时回报帮助过自己的人，一定能有一番好的作为。当然，手相学是必须要讲究因人而异的，一些吉祥掌纹的出现虽然是有好运的征兆，但还是要看整体手相，才可预知能否将运势激发出来。好的面相、手相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，要实现自己的梦想，终究要靠自己打拼，并不是你拥有好的掌纹就一定会怎么样，同样是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。鼻子看财运，脸上有露鼻，财运找上门，富贵不求人，你有吗？一个人有没有富贵相，一般会先看鼻子。鼻子在面相学中代表的是财帛宫，
鼻子的好坏和运势休戚相关，一般鼻子长得好的人财运都不错。一般来说，有财运的鼻相具有鼻翼宽大的特点，而右鼻翼比左鼻翼更丰厚的人一般很擅长处理人际关系，适合和朋友合伙做生意，从事服务行业也很容易发达。拥有这种发财鼻相的人往往能得到交际财、合伙财、中介财或是转手财。左鼻翼比右鼻翼看起来更丰厚的人，一生偏财运更好，一生当中比较容易通过买彩票中奖、投资股票获利等方式发达。而鼻子大致分为5个部分：山根、鼻梁、鼻准、鼻孔、鼻翼，其中2侧鼻翼代表了一个人的财库。鼻翼厚的人善于积蓄，而鼻翼薄的人不善理财。2侧鼻翼窄小扁平，这种人一生不能聚财，更无理财观念。鼻翼大而肉厚圆润，生财有道，颇善理财，早年就可发达。鼻翼有痣一定会破财，特别是到了49、50岁时，损财更严重。所以将面相综合而论，加以对照，方可得出正确判定。希望朋友们能明白相不独论的道理，认真牢记每个部位的特征，学会综合判断。在面相学中，有一种鼻子中的吉相，鹿鼻。这种鼻型最大的特点在它的鼻子上面，它鼻子的鼻型丰田端正，整个鼻子都有肉包裹，鼻子的准头部位也是圆润饱满。另外，鼻色也很鲜明，山根和鼻梁部位虽然不是非常高，但看起来很有气势。这种鼻子在相学中被称为鹿鼻。有这种鹿鼻的人，一般心性都坏不到哪里去。这样的人仁慈忠厚，为人也比较聪明，不会耍什么心机，容易得到朋友的帮助，一生事业顺遂，能有成就，生活中更不会耍套路。长了鹿鼻的人为人厚道，不逞强好胜，能顾虑他人的感受，一生能有很好的福禄，最适合与性情温和的人在一起。婚后的夫妻关系也是和和美美，并且子女的福气也很好。长有鹿鼻这种鼻相的人，一生心胸都比较宽广，也十分仁义忠厚。这样的人一生中能有很好的福禄，在事业中也会有贵人相助，一生的事业顺顺当当，没有什么波折。婚姻方面，长有鹿鼻的人因为性格随和，所以夫妻生活也十分和睦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如果长有鹿鼻的人的另一半性格十分强势的话，那么鹿鼻面相的人难免会被处处压制，一生郁郁不得志。天生孤寡命的面相，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，儿孙满堂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有的人却一生孤独终老，无依无靠，十分凄惨。从命理角度分析，这与一个人的面相也有着密切的关系。那哪种面相的人天生孤寡命呢？今天小酱汁老师就来为酱友们揭秘，希望你们都没中。1. 肩门凹陷，颧骨低陷凹入。这类面相的男人性格内向，心思缜密，容易患精神疾病，并且他们的婚姻大多不太理想，与配偶关系容易出现不和，且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平淡，晚年身边容易无人陪伴。此面相的女人一般在婚姻中易遭到暴力，且极易流产。在32到24岁之间，精神与肉体容易饱受折磨，即便不离异，也难以消除内心的孤独感与无助。2. 三白眼，吹火嘴。此类面相的男人斤斤计较，心机较重，做事心狠手辣，咄咄逼人，难有贵人相助。在38到42岁期间，
亦因他人算计惨遭报复而妻离子散，且难以东山再起，晚年大多孤苦伶仃。此面相的女人喜欢背后导人是非，落井下石，自身能力不高却看不起能力差的人，婚后喜欢挑剔另一半，有诸多苛刻，对待子女也尖酸刻薄，与子女关系不佳，晚年易遭子女抛弃，生活贫苦无依靠。3. 泪膛处杂纹多，牙齿参差不齐。所谓泪膛，也就是人的下眼睑处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眼袋部位。此处在面相中称为子女宫，掌管着人的子女运。泪膛处杂纹多、牙齿参差不齐的男人，为人做事摇摆不定，十分偏激，大多与子女关系不好，经常发生摩擦，晚年难享子女福。有此面相的女人，为人大多较内向，且易滋生烦恼。她们若是在30岁之前没有选择生子，那么在32岁后，则大多难再能生育，容易因此与另一半发生矛盾。50与53岁易遭遇另一半抛弃。4. 眼尾有恶痣，人中窄且短。这类男人为人缺乏自信，做事缺乏判断力，且易与人发生摩擦。在29到32岁期间，他们极容易因为自己的情绪问题，或者是父母的介入，无法找到合适的对象，容易孤独终老，子女缘浅。此面相的女人为人胆子较小，身体较为虚弱，且生殖能力较差。在28到30岁，极容易因为意外而流产，或者子宫方面患疾病，影响生殖能力，最终有可能导致无法生育，晚年无子女赡养，颇为坎坷。5. 眼窝凹，鹰钩鼻。这类面相的男人是典型的事业能手，为人有城府，且善于谋划。事业方面大多能有不俗的成就，但不利婚姻。在30到34岁间，易因遗产或者其他经济纠纷而与另一半或者子女发生矛盾，最终导致自己被冷落，晚年难有依靠。此面相的女人为人自私，通常会以德报怨，婚后亦因另一半无法满足自己某些无理的要求而责怪对方，最终易造成感情畸形。在40到44岁期间极易离异，晚年生活孤独。6. 黑眼圈重，下巴短。这类面相的男人说话做事都缺乏威严，事业方面难有突破，且易遭他人嫌弃。婚后他们极容易因承受不了某些事业的打击而选择离家出走，或者与另一半离异，后半生会生活的坎坷无助。此面相的女人做事没有冲劲儿，且缺乏主见，身边缺乏朋友，且难以管束子女，子女一般较为叛逆。40到44岁期间，亦因孩子以下犯上而身体颇弱，晚年无子女缘。7. 鼻梁消瘦无肉，鼻准尖且下巴有疤。有此类面相的男人，个性比较孤僻，喜欢独来独往，做事固执且不听人劝说。32到34岁时，感情运极弱，极容易因为自己的经济问题与另一半发生争执，最终难逃离异的结果。中年大多孤苦伶仃。此面相的女人为人内心不够细腻，心直口快，容易因表达问题而与另一半发生矛盾。在34到36岁，她们大多会面临较大的家庭纠纷，容易因此而离异，且晚年的子女缘浅。8. 耳轮反转。耳轮反转的人性格活泼好动，爱表现自己，但又很叛逆，喜欢辩论，总是有一套自己的理论，辩不出输赢就不罢休，所以很不招人喜欢。假如是女性的话，表明与情无缘。由于其太有个性，脾气又大，考虑问题太过主观，而且事多，还缺乏包容心，所以男人一般都不喜欢与其交往。9. 脸上杂毛多，唇形歪斜不正。此类面相的男人缺乏诚信，喜欢吹嘘，虚荣心强，心胸狭窄，十分记仇，身边朋友寥寥无几，且大多会选择远离他们，事业难有贵人。在40到43岁之间，虽然事业运不俗，但亦因与另一半纠纷而导致事业出现危机，感情也易因此崩溃。此面相的女人为人口德差，性格强势，从不考虑他人利益，婚前已因过于自私自利而不断伤及另一半，
婚后则因过度贪婪钱财而与另一半发生矛盾，最终难逃离异结局，中年会较为孤独，老年老无所依。10. 腹喘口，腰粗腿细。这类面相的男人心胸狭窄，喜欢占小便宜，对待另一半吝啬且多疑，在26到29岁期间厄运颇多，或者是遭遇另一半的暴力，或是因占他人便宜而被报复。婚后他们大多会与另一半的父母不和而发生感情危机，如若离异，在43岁后则难以找到合适对象。此相的女人个性反复无常，让人难以琢磨，易与他人发生争执，婚后亦因多疑而不断与另一半发生纠纷，因此而导致另一半冷漠对待，晚年较为孤独。11. 嘴唇厚且牙缝大，臀部扁平。有此面相特征的男人，为人做事缺乏规划，喜欢幻想且执行能力弱，在爱情中喜欢逃避，并且对另一半漠不关心。婚后易出现同床异梦，老来已无妻女陪伴。此面相的女人注重物质与肉欲，无法忍受单调的生活。婚后亦因不甘平淡而奔波事业，忽略家庭，亦因此而导致与家人关系不和。老年即便富贵，也孤独难免。自己的相貌是天生的，我们也不可能去改变什么。一个人只要心地善良，愿意助人为乐，好人还是会有好报的。在此，小酱汁提醒酱友们记住一点：还人心愿如还己愿。再者，对于孤苦的面相，一般多为时运不佳、时机不成熟而产生的错误姻缘，致使自己的人生生涯出现断轨。因此呀，在挑选伴侣一定要谨慎。有这几种手相特征的人，容易飞来横财，快看看自己是不是。人们都渴望一夜暴富，但这种天生横财加身的人毕竟是少数。大多数人都需要通过努力付出之后，才能够有机会赢得自己所渴望的一切。当然，例外不是没有，像那些手中有着特殊手相特征的人，就有可能在生活中迎来属于自己的横财，从而成为一个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，就可以收获巨额财富的人。1. 手中掌丘凸起。掌丘就是指手心中有着明显凸起的位置，一般是位于手指根部下方，分为金星丘、木星丘、水星丘等。不同掌丘所代表的手相含义不同，但大多数都和个人的财运有着密切关系。像是手中的金星丘和水星丘都和个人的财运有关，如果这两个掌丘位置有着明显的凸起的话，便意味着其人在获得偏财方面不仅机会多，而且成功率也是相当的高。2. 太阳丘或木星丘上有星纹。在太阳丘或木星丘这两个部位的任一个部位出现星纹，预示着其人拥有极好的好运，容易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，从而心想事成，赚到很多财富。只是这种幸运新闻出现后，假如自己不善于把握机会，好好努力付出，好运也会自己消失哦。3. 钱财纹数量多。所谓钱财纹，是指在水星丘小指根部和太阳丘无名指根部之间出现的细的斜线。一般人手上都有钱财纹，只是数量有的多，有的少。通常手掌上钱财纹越多的人，财运越旺，越容易招财，尤其是偏财运好，例如工作上时常发奖金，或者常常意外中奖等等。4. 金星丘上有公印纹。这个公印纹很像我们平时签合同盖的圆形公章。一般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基本上是走仕途之路从政，或是跟机关政府部门经常接触交流，容易遇到贵人提携，从政的基本上都能平步青云，从商者很多能成为富甲一方之人，总之是男富女贵。5. 掌中有元宝纹。
手中的纹路如果能够组成一个封闭的三角形或者是四边形的财库，这在面相学中是元宝形状，象征富贵的生活。这样手相的女人生活富足，能赚钱，能聚财，生活有品位，很容易就能积累到财富。说了这么多，赶紧对应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些纹路吧。今天就讲述到这里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有好的建议，欢迎留言评论，下期再见。